好，今天我们要看路加福音17章的结束。其实从12章开始的时候，耶稣就一直不断的在讲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一直我们上周也特别提到了就讲到说他用了很多的比喻，也有很多的耶稣的这个神迹奇事来展现神的国是怎样的一个国。我们在神的国当中应该怎么样来去生活？讲了很多关于神的国。那么17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以耶稣最直接的来展现什么是神的国来结束的。所以这个17章可以说是对前面这些章节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去思考的一个概念因为你首先当你看到这个国的时候你要想为什么法利赛人会问这个问题？他们理解的神的国是在指什么？而耶稣刚才讲了这么多关于神国的事情，又在指什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从3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谁才能看见神的国？这也是法利赛人问的一个问题神的国在哪里呢？神的国几时来到呢？第二个我们会提到神国度的核心是基督，他是国王所以神的国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国王。第三个呢，我们特别讲到耶稣所提到的一个你如何回应神的国，如何面对神的国，他特别讲到了一个回头的事情我们后面来讲什么叫回头好，那我们呢就首先来看这个20到22节。法利赛人就问了，神的国几时来到？法利赛人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耶稣从我们刚刚讲了12章开始13章不断在提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那法利赛人就说，那你说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如果我问今天的弟兄姐妹我问你如果有人问你说你们说你们在神的国当中，那神的国在哪呢？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呢？你们该怎么回答神的国几时来到？法利赛人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会觉得对他们来说这个国就他们会想这个以色列国，因为他们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有自己的国家，对吧？那当然后来因为这个大卫王朝当然后面他们因为得罪神，神就惩罚他们，他们就被掳，他们就没有国了，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国没有了，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对不对那么这么2000多年的一个所谓的流亡的时期，他们都没有自己的国。所以当耶稣不断的说神的国来到了，神的国来到了，他们就会问说，那神的国在哪呢？什么时候来到对于法利赛人来说，他们认为神的国是什么？是一个可见的国，就是有国王，然后呢那你一个国你得有国王，不然怎么是国呢？是吧？然后还得有国民嘛得要有这个国家的子民。那你还有最基本的什么呢？就是你整个国的一个运作方式，你要有自己的法律体系，你要有自己的规则就是这个国对这个子民的一个期待，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做了什么你就触犯了他的这个法律，对不对？什么是行为是允许的，什么行为是不允许的，这个牵扯到一个国度的价值观的问题就是你在这个国可以做的事情，你到另外一个国不一定能做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不同的国有不同的法律体系同样的行为，一个国家是犯法，一个国家可能不犯法。所以法利赛人就会说，那神的国几时来到呢？耶稣你不是天天都在教导说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吗？神的国在哪呢？我看不见这是法利赛人对神国的一个认识。那耶稣就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耶稣说的这个眼就是指我们的肉眼就是我们这个眼睛，我们是看不见的。那你说我们这个眼睛看不见，那神的国在哪呢？那我的眼睛看不见，我怎么能够知道这是真的呢？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国已经来到了呢？那我们用什么才能知道呢？耶稣后面讲了，他说你不能说看了在这里，或者看了在那里他说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个原文是指就在你们中间，就是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这句话很难理解的，什么叫做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
这个心里的翻译其实不是那么好哈，因为我们在中文的处境里面讲到心里面一般都是不存在的哈，你永远活在我心里啊，其实就算了哈那所以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在这里面讲的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是什么意思？我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个地方哈，大家谁去过这个地方？有去过吗？这是哪儿？来自西雅图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交界处，在西雅图最上面的一个国家一个公园一个 park， 这有个建筑呢，这个建筑叫做 Peace Arc 那这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它刚好就这个公园就建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边界的地方，这个门就是在边界线上，所以如果你去这个公园你穿过那个门，到了对面你就去了加拿大了。你从加拿大过来你就到美国了，所以这个门呢就是一个边界线，像一个旅游景点一个纪念的地方。这个公园也是两个国家共同管理的，那现在我想问大家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你不看上面国旗如果我问你说你看美国这边或者加拿大那边的差别是什么？是不是美国这边的草更绿一点？还是对面的风景更美一点呢？你能看到什么差别？你如果你不看上面有国旗的话你怎么能够看出这块是属美国，那块是属加拿大的呢？这两个不同的国，你能看出区别吗？你用肉眼你好像很难看出区别，对不对？看不出区别，你一不小心你就跑到加拿大去了，是不是？但是看起来是没有区别，但是实际上有没有区别？那肯定是有区别的，对不对？那以前呢，这个疫情前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呢是管得很松的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公园所以很多人都跑到对面打卡，有些人就跑去就不回来了也没有人管就非法入境了嘛没人管。可是现在呢管得非常严你要进入这个公园你都得查你护照，是不是？他就怕到时候你去了不回来了那所以你会想，这不就是一个公园吗？为什么你这个管得这么严格不让我过去你为什么要查我的护照？我去其他公园都长得差不多了，为什么不用查？为什么去到那边要查我的护照呢？因为这个国是有分别的，它有分界线在那里。虽然我们看不出来，我们觉得这个公园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公园，在哪里都能看到。可是当你想要跨越过去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差别就出现了，你发现就有人来管你了，你发现有另外一个国家的权利，有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势力开始来触及到你了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想一想神的国跟世界的国的一个，就是耶稣所提到的说神的国用眼是看不见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国跟这个世界的国用你的肉眼你看不出什么分别，你看不出说这里是神的国，这里是美国，那里是加拿大，你看不出来，因为这个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对不对？我们特别讲到了说，这是一个你必须要用你的属灵的眼睛，用你的属灵的生命才能够看到神的国在那里那虽然你肉眼看不出区别，好像神的国跟世界的国你看不出来这个神的国就在这个里，或者就在那里，你看不出来，但是它本质上是有区别，而且这个区别非常非常明显。对于不信的人他看不出这个区别，可是对于信的人他一下就能感受到这个区别。这个就像我说的，如果你没有那边的护照，你马上就感受到区别了你不是那个国家的国民，当你进去的时候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差别。可是如果你是那个国家的公民，你好像感受不到什么差别你可以大概这样理解。所以当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的时候，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国已经在你们里面，你们没有感受到吗？你们没有看到吗？你们已经在神的国度当中了，你们没有看到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基督徒容易活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当中，但是没有意识的这种状态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因为这个状态会导致到最后，耶稣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两个人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一同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个时候你才能看到神国的差别出现了，对不对？这个就好像你跟你老婆走过这个门的时候，人家一查，哎，你有加拿大护照，你老婆没有，就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了，是不是？一个给进，一个不给进了。那个时候你看出了差别。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平时好像看不出什么差别，我们都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在世界活的跟在教会里面共同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很清楚的能够感受到我们活在神的国当中，我们清楚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国有一个国王，他在统治着我们，我们应该清楚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国里面，我们神的国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一套行为的方式这是符合神国的要求的。而如果我们感受不到，这就麻烦了那是不信的人，他们可能看不见，所以法利赛人他们看不见他们只看世界的国。可是这个耶稣后来是对门徒说的说你们巴不得要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这个是一个非常 paradox 的事情，就是神的国现在已经在你们当中了，你们其实是可以看见，可是到后面如果你们没有转变的话，你们想看都看不见了所以其实这一段经文关于末世论其实非常的复杂可能至少要讲3到4次，但是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只能很简单的来说一下关于神的国。那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国是 invisible， 是看不见的，可是呢它又是能看见的所以它就是神的国既是看不见又是能看见，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个神的国怎么是看不见呢？从世俗的角度你是看不见的，从肉眼的角度你是看不见的，可是从属灵的角度你是能够清楚的看见，而且你能清楚的看见两个国在征战，属灵的战争一直在进行所以以前大家走这个门的时候没有人管那是因为美国加拿大关系比较好，现在关系不好了所以呢你开始去的时候这边拦住你不让你去了，对不对所以两个国平时看不出什么差别，因为没有在征战，价值观一样。可是当价值观不同的时候，当两个国度开始有征战的时候，你在两个国度当中你就能够感受到。如果你感受不到，就说明有问题了我们后面会来看所以神的国在你们中间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你们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神的国的核心是什么？是神，这个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国民。所以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是就是说代表的神的国，你都是在神的国当中。所以神的国不是被限制在一个具体的地方，一个具体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具体的时空里面，而是神的国我们每个基督徒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应该展现的地方，就是这样所以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大家要记住，我们就在神的国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耶稣就说，那人要对你们说，看他在那里，看他在这里，你们不要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那耶稣在这里突然提到了他的再来，这个非常突兀。为什么？因为我们为什么讲神的国已经来到，还没有完全呢就在这里。所以耶稣说神的国已经在你们当中了，那是因为耶稣来了，对吧？这个国度的君王来了，神的国在你们当中，你们现在还没感受到。虽然耶稣神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你们还没有感受到，那是你们的问题但是神的国已经来到了，可是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降临。所以耶稣一下子就提到他再来，他说当他再来的时候，当那个时候神的国就是 visible， 就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神的国降临了。所以他说用闪电从天这边闪到那个天那边，他就是在表明神的国的来到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事件，它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隐藏的，是一个现在看不见的，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能看见。当然那个要等到耶稣再来所以这里面呢就强调了神的国的另外一个特点。一开始我们强调说神的国已经来到，在你们当中看不见，但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神的国还没有完全降临。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完全的降临啊，那个时候就是完全的 visible， 完全的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见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就处在神的国已经来到和最终要成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这个里面呢，耶稣有这跟马太福音里面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的焦点不在于末世啊，耶稣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预兆哈，或怎么样啊。那在这里耶稣的焦点其实是后面一句话，就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世代弃绝。这个里面我们要讲的哈，神国度的核心，我们讲这个 kingdom 最重要的是这个 king， 对不对？在这个国度当中，这个世界的国跟天国的差别是什么？世界的王跟这个我们神国度当中的王的差别是什么？如果你看这个世界的国度的这些君王，耶稣也讲过，世界的君王都是什么？人要服侍他们，他们是管辖百姓，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神的国当中，我们不一样啊，我们要为首要我来服侍人。那耶稣他自己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榜样。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在这个一个国当中啊，那么整个国大家都是为了要去服侍、服务或者是保护这个国王，为了这个国王啊，你们看那些电影哈，都是这样的 ，For the King 是不是？然后大家就往前冲了。去打仗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时候国王都是不往前冲的哈，都是他的这些百姓往前冲哈，要保护他，是不是？啊，那这百姓死了就死了嘛，啊，百姓死了没有关系，国王不能死，啊，所以这个在世界的国的运转当中就是这样，对不对？那这些士兵啊，他们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国，保护国王啊，他们这个身先士卒，他们冲到前面。可是我们的这个国，我们的神的国，是谁冲在前面？是谁为我们冲在前面，为我们先死？是耶稣，是我们的国王，为了我们这些百姓，他首先受许多的苦，他先被这个世代弃绝。所以你看到世界的国跟神的国是完全反转的，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之前不断的在强调神国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的国是完全相反，完全相反。所以世界的这一套东西，你要想哈，你怎么样能够有些时候，如果你想啊，我怎么就是说我怎么做才是讨神喜悦的，其实非常容易的，就是你看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怎么做事情的。你看这个世俗的逻辑、世俗的价值观啊，你把它反过来就行了。你把它完全反过来，那么就是神国的价值观啊。所以在这个世界的当中，这个世界的国，它一定是跟神的国相反的，因为这个世界的王、世界的 king 是魔鬼，而天国的王这个 king 呢是耶稣。所以这两个国在征战，所以他们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当魔鬼给你好处的时候啊，这个你就像他当年试探耶稣，你要饼啊，给你饼，一切的荣华富贵都给你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为了你好吗？你觉得他是为了你的幸福吗？是为了你的益处吗？不是，他是想害你，他不是想说，哎呀，这个我给你这些好处，让你过得更好，不是的。可是耶稣呢，他真的是为了我们好，而且呢，他首先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魔鬼永远不会这样做，他要拉你下水。所以我们的这个国的君王耶稣跟这个世界的王完全不一样。这个世界的王他拥有权力以后，他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控制这个国家，来控制这些资源。可是我们的主，他首先替我们受苦，替我们死。啊，有哪一个王像耶稣一样，为了他的百姓而死？是不是啊？所以他说又要被这个世代弃绝。其实不是这个时代，是各个时代，每一个世代都弃绝耶稣啊。所以你看，人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啊。如果你看当年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对吧？这个在神的管理之下多好，是不是？神是他们的王多好，他们不干，他们非要一个自己的王。他看别的外邦的国家都有王，我们也要王啊。他们投票是吧？我们也要王。那上帝呢也允许了他们的民主，但是跟他们说，你们要王可以，给了你们王以后，你要知道这个王呢要怎么辖制你们，你们要付税啊，你们要为这个王劳苦啊，你讲了一大堆，是不是？但他们还是要，那好啊，那你们要吧。所以最后这个神也对撒母耳说，他
他们不是说想要一个王，他们是不想让我做他们的王。所以当人把一个王捧上这个神坛的时候啊，其实你知道就是说人其实是在自讨苦吃，因为你把这个人推上去的时候，他后面反过来辖制你啊。这个原则哈，从古至今都是适应的。你看看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王朝，包括到今天的美国，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推上一个总统，推上一个人上去，最后你发现他辖制你，就是这样。所有的王都是这样啊。每一个时代都弃绝了耶稣。我们想要自己自立为王，我们想立一个王，好像说对我们好，可是最后你发现不是的。如果一个世界的王能够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才对，对不对？才应该是这样的嘛。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的王上面，可是你看这个世界的情况啊，是透过换王换总统就能解决的吗？不一定。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糟糕，就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想接受耶稣为我们的王，我们不想让他做我们的王，我们还是想用自己的办法啊，在这个世界当中来去选王。所以耶稣说他要被这个时代弃绝，不仅是他的时代，历史历代都在弃绝耶稣，一直到今天啊。我前天跟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弟兄聊天啊，他是加拿大人哈，从小在加拿大长大，然后他来到美国这边啊，想要在这边服侍。那我就跟他聊，我说你自己感觉这个加拿大和美国的啊，包括你怎么看哈？这个整个属灵的氛围啊，整个尤其是对这个信仰的看法在加拿大，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的建议，他说我对你的建议就是你们不要去加拿大。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不知道哈，加拿大这些年啊，他说整个的氛围都是非常敌视基督教的。他说在加拿大在这个他给我提说是在哪一个城市啊，我一下想不起来。他就说在他是在 Columbus 还是在哪，反正是很大的一个城市。然后就说他说在这个城市里面哈他们所有的公立学校的教材就是强制学生从这个幼儿园啊就开始强调他们要去学这些就是同性婚姻怎么样就是这个性行为等等啊，就学这些东西啊。就是你逃不了的，必须得学，这个是政府强迫的，就是完全是跟圣经的价值观是相违背的，而且他这么小，你跟他教这些东西其实是很不合，就算是教正常的也是不合适的因为那个要到成人之后，你才让他学这个跟这个性方面的东西比较合适，对不对？你那小学那所以就是整个他说这个如果他说你在加拿大，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个法律都已经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同性恋的人，或者是性别就其他的这种什么LGBTQ 等等他来到教会，或者是他来找你咨询，找到牧师也好，或者是这个基督徒的这个 counselor 也好那他说你呢，根据加拿大法律规定你是不能去说要改变他的这个，或者说辅导他的时候，你不能往这个改变他性取向的这个方面去辅导的，就是你要认可他、承认他，然后维持他的他的这个状态。如果你想改变，就是说，哎呀，你看你在同性当中比较挣扎，希望你可以就是说慢慢的从这个当中走出来转变那这个就是犯法。他说，如果牧师这样做，牧师也犯法，也要被抓他说已经有牧师这样被抓了，在加拿大所以你看到这些不管是在哪个国家整个你要知道，整个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他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攻击神的国，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神的国跟世界国的张力一下子就出现了。平时看不见，在那个时候一下就出现了。你看到魔鬼呢，他在努力的在争夺这些战场，争夺这些地方，然后变成他的变成就是说相当于他管辖的这个地盘，是不是？所以呢，他说在加拿大，他们很多基督徒，他说哪怕再好的公立学校，他们都不送，他们都是 homeschool。因为你逃不了这些东西，必须得教，必须得学，从小灌输这些东西
他不从小给你讲圣经的价值观，像上帝创造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他不讲这些，他给你讲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完全跟圣经的价值观相违背的东西。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作为神的国民，如果你是神的国民，你是神的国的代言人，你在那个处境当中，你该怎么办？是不是？你可以站起来反对说这个想法不对吗？你不敢啊！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加拿大人怎么不反抗呢？他说我们加拿大人的特点就是我们比较 quiet， 不像美国人，我们不 fight。我说你看你们不 fight， 你们的结果就是这样了，一步一步的到最后你们的声音就没有了所以对他来说，他就会觉得就是这些大部分的加拿大人是能够感受到整个这个社会氛围的一个改变这个文化的潮流的一个改变，对基督教对这个基督教价值观的一种冲击，他们感受得到，可是没有用了他们没有办法，不愿意站起来所以求神怜悯我们那我记得这个在疫情期间的时候，也有好像是有加拿大的一个牧师因为在这个 COVID 期间他要坚持来聚会还是怎么样，还是不戴口罩还是什么原因，反正也是被有抓起来过这种事情就是很多你会看到说教会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呢，他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展现出神的国，我们怎么展现神的国，这个很关键，因为我们的国王就是被这个世界弃绝的，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当中的子民，我们难道想当然的认为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欢迎我们吗？不应该这样想，不应该这种假设如果你在这个世界混得这个风生水起的这个世界都非常欢迎你，这个有问题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国度的核心是基督，是神，我们要效法我们这个王，而我们这个王是怎样的一个王？他是为我们舍己的，他是这个跟魔鬼的国来征战的一个王所以我们的王为我们而死，如今呢我们才为他而活所以我们不是炮灰，这个世界的王把人当炮灰为他而死，可是在我们的神的国度当中，我们不是炮灰，我们是甘心乐意的为我们的王而冲锋陷阵。为什么？因为他首先爱我们，他先为我们死，就是这样然后接下来神的国的一些特征都讲得差不多了，然后耶稣开始讲了人对神国的一个回应。这一段回应呢，真的非常的就是你读起来是让你这个心惊胆战的事情耶稣接下来就开始讲到人对神的国的回应，人对于在神国度当中的这种认识你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可以说这决定了你未来的永恒。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看一看耶稣就说，他说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诺亚进方舟的时候，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得的日子，有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得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为什么说读起来是胆战心惊？因为一个，我们感谢神，我没有活在诺亚的时代，因为当时名额只有8个人，我肯定就死了，是不是？还好，那还有这个罗得，我也感谢神，我没有活在罗得的日子，没有活在这个所多玛城。当时名额有几个人？几个人从所多玛逃出来？4个人，比诺亚更少。诺亚至少一家8口呢，是不是？你没有想过，如果我当时我们生活在，我们只是很幸运的生活在现在，我们出生在今天，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你出生在诺亚的日子，或者是你生在所多玛这个城市，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城市这个当中，我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什么意思？你回想刚才我们讲的神的国跟这个世界国的一个差别，你回想到说世人你看不出什么差别你看诺亚的日子跟罗得的日子都有个共同点，他不是说这个
洪水不是慢慢来的，一点一点哈，先长了这个2尺3尺，然后让你就发现，哎呦，这个洪水越来越大了，赶紧得跑，是不是？给你一些征兆，让你看到这个越来越恶劣，越来越糟糕，然后你发现再不跑就会被淹死了。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发现这个不管是诺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他们就像我们今天一样，过一个非常普通的一天。我们大家该干嘛还干嘛，又吃又喝，又可能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下顿要吃什么了，是不是？接下来要做什么啊？接下来可能要去结婚了，是不是？他们都计算好了。可是突然之间，洪水来了，突然之间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会觉得神的国跟世界的国没有什么差别，好像我们就像刚才我们看那个图片一样哈，美国加拿大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啊，可是耶稣说有一天，人子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个差别就是翻天覆地的差别。你感受不到，你觉得我正常吃喝，正常工作正常开车，正常出去旅游，可是突然之间，耶稣就来了。突然之间，人子的日子来到，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像诺亚和罗德，我们至少现在已经被提醒、被警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日子跟诺亚的日子一样，跟罗德的日子一样。你怎么能保证耶稣不明天就来呢？你怎么能保证你明天的计划就可以成就呢？你怎么能保证明天你还能活着呢？没有人可以这样保证。所以神国度的第3个特征就是它的一个突然性，就是你看不见，它已经来了，但是呢，你肉眼看不见，但是它将要完成。当它来的时候，它是突然来到，而且它这种突然性会让你措手不及，你会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行李还没有收拾好。我们接下来耶稣马上就讲到这个罗德的，刚才讲刨出来几个人，是吗？是全部成功了吗？还没有，你看这还有半路没成功的，那怎么回事呢？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神的国度当中，不是说哎呀我们这个好像我们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说神的国随时可以完全来到，耶稣可以随时完全来，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这个意识然后呢，人还去留恋那我们就看耶稣特别有讲了罗德的事情他把这个焦点继续的去缩小你看说到谁那里呢？他说，当那日人在房上或在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这句话路加之前已经讲过一次了，耶稣已经教导过一次了。在这里，耶稣又继续的提你跟随神，在神的国度当中，这件事情是你 all in 的。你知道吗？就是你所有的你的生命，你所有的一切，你全部压在神的国度当中，没有回头路的。而这个 all in 是 all in 什么呢？不是你所有的财产耶稣在18章的时候，接下来一章遇到那个有钱人的那个官就让他 all in 了，是不是说你要把你所有的钱都卖了，分给穷人，你跟随我，你就可以得到永生耶稣让他把他的钱都全部都卖掉。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全部压上的是什么？不是钱，是你的命。你要压的是你的命，你要把你的命全部压在神的国度当中。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说，你如果不把你的命压在神的国度当中，你想保全你的生命，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保全不了，你要丧掉你的生命。而你为了神的缘故，你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神的国的缘故，你舍弃生命，你必救活生命。这个就是一个 paradox， 就是一个我们不断的提到神的国跟世界的国不一样的地方。你说世界的国的逻辑呢，就是这样，遇到危险赶快跑保全生命就是这样，对吧？好好养生好好这个生活。可是当耶稣讲到这个的时候，他在讲的这个生命是不是指我们肉身的生命？它不是在指肉身的生命，它是在指一个属灵的，对不对？我们不断的提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因为有一天神的国来到，如果你不在神的国度当中，你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是永远的灭亡。
你在这个世界所存的钱也好，你在这个世界所得到的为你自己保全的生命也好，在那一天完全都是徒劳无益的。所以当耶稣讲到保全生命的要上吊生命，上吊生命的要救活生命，在这里他特别提到的是，你要看你在神的国当中，你有没有真正的生命在里面，你有没有这个永生，你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了，你是不是真的在神的国度当中，为了神的国付上一切的，要舍己的，要背起十字架，要舍己跟随主的，对不对？我昨天的时候，我跟几个弟兄姐妹在聊天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事情，他们就说，你觉得北美的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我说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尤其对于跟随主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那么纯粹，就这么简单。当你愿意把你的命都摆上的时候，那个是最纯粹的，那个就是说我这什么都不要了，没有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什么让我可以挂念的，没有什么让我可以觉得我要还抓住不放的，没有。可是现在很多人跟随主呢，不是的，可能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他就放弃了，因为什么事情？因为教会不提供午餐了，可能他就不来了，因为这个教会可能搬家了，他也不来了。因为这个不知道各种各样的原因是不是？或者是他就是来找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以后就不来了。是他们来到神的国当中，他们跟随耶稣，他们有自己各种各样的这种动机，他们觉得这个教会提供各种各样的 program 我来是什么因为教会有儿童看护，如果教会没有儿童看护，我就不来了。教会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活动我才来。所以我们来跟随神，在北美的这种情况，这种我们资源很丰富，这些都是很好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这些不好我们的午餐应该做得更好，那个是才对，是不是？所以不是说我们都要提供很难吃的东西给大家，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在讲的是什么？我在讲的是，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完全的为主摆上？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有没有意识到神的要求是让我们完全的摆上？这个很关键，因为这个是作为神国度当中的一个要求，它不允许你为自己保留任何一丁点的东西这就是要么就是全有，要么就是全没有。你不要想既要也要，不可能。所以你如果想保全你的生命，你如果想为了你自己得到这些好处，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会失去一切，完全的失去这个生命可是当你愿意为神摆上一切，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不管你的处境怎么变化，你永远都要跟随主你愿意为他付上一切，最后的结果呢，是你可以救活生命这个原则我们已经强调了很多遍了，我就不再赘述。到最后呢，耶稣就举了例子了，他说：“我跟你们讲那一天，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还有说，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我刚刚提到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跟你同床共枕的你的配偶，你最熟悉的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看不出任何的差别，我们关系都很好，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你就能看出天差地别，你能看出一个人有一天会到主那里去，另外一个人去不了。你能不能看出这点？这个很关键，你能不能看出现在？如果你看不出，当那天你被撇下的时候，你就不要诧异，你不要说：“哎呀，我怎么被撇下了？跟我睡觉的这个老婆，他怎么走了？凭什么？我们一起生活那么多年。”神的国不看你的关系，不是说：“哎呀，我跟他关系好，我跟你关系好，他是我的孩子，他就自动可以，我上天堂他也可以自动去。”不是的，每一个人都要独自的面对神，是不是？所以你如果现在还看不见，就像当年的罗德的日子、诺亚的日子，如果他们看不见洪水要来，他们看不见那个火要降下，那个结果就是灭亡。那就是这样呀，因为你看不见你当然就灭亡了。你死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就是这样。所以耶稣讲到这些，他对他的门徒说这些，他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你看不见吗？神的国已经在你们当中了，
你没有意识到吗？你没有意识到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国降临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被撇下的那一个，因为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意识到你在神的国当中，你没有感受到你在神的国当中，你没有看见你在神的国当中。弟兄姐妹，这非常可怕的事情。这里讲的人，两个人啊，这个在床上或者在推磨什么，都是指非常亲密的人，都是指非常熟悉的人，都是大家平时就像我们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都差不多的人，凭什么最后有的人被取去了，有人被撇下了？难道这个不可怕吗？我们就暂且不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耶稣明天来了，有些人被取去了，有些人被撇下了，这个本来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他讲的这个东西是在家里面，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孩子，是你的丈夫，是你的父母，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如果你说要么都取去，要么都撇下，你可能还心里面好受一些，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是吧？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现在就没有看到，没有意识到我是要被取去的还是被撇下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大概率就是被撇下的那一个。好好的思考，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门徒就说：“主啊，你在哪里有这事呢？你讲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可怕，到底是我怎么听不懂？”耶稣讲了一句话，他们更听不懂。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嘛？什么叫尸首在那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这是当时的一个俗语啊，就是说你想，就是说，当你看到那个地方有一群秃鹰在那里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那个地方有尸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预兆，有预兆，你是可以分辨，你是可以看出来的。你如果看不出来，你就有问题了。而耶稣讲的这个鹰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说你尸首可能在那里都你看不见了，是吧？或者发霉了，或怎么样。但是当鹰飞过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哎，那里有尸首。意思是说，这个是有一个预兆，是外在能够看得见的，弟兄姐妹，神的国你是能够看得见的。虽然你肉眼看不见，但是你用你的这个属灵的眼睛，你是一定看得见。你一定能够看到神国度当中的这个和世界的国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看不见，才有问题。所以耶稣就是让我们要更多去看那个鹰在哪里。那个鹰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记号。什么样的记号？什么样的记号？我怎么确定说我在神的国当中？我怎么确定有一天神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我是被取去的那一个，不是被撇下的那一个？我怎么确定？那有哪些记号？有哪些记号？你这个我不讲了吗？大家看都差不多，都长得差不多。你从外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在什么时候你才能够看出来？什么时候？我刚刚讲了，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像我刚刚讲，还在回顾那个，有空你们去从里面走一走，尤其是你没有加拿大护照的。你的朋友有加拿大护照的，你从那个门走过去，你感受一下你被撇下的感觉。你就能够感受到那个时候你两个人有分别了。那在什么时候有分别？我刚刚讲了，你不过那个门，你感受不到那个分别，对不对？什么时候有分别？什么时候有分别？你平时现在感受不到分别，你哪个公园都随便去，没有人会拦着你。为什么那个公园就很特别？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那个 Peace Ark 那个区别在什么地方？非常重要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你怎么能够判断你可以过去？就是你有护照嘛，不就这么简单嘛？是不是？你有加拿大护照，你当然就这个昂首挺胸的过去了，没人敢拦你，对不对？是不是啊？不就是这么简单吗？别人来说你这边是加拿大的地方你的护照我加拿大人 ，OK， 那就这样了，不就这么简单？是不是？这个叫什么？这叫身份，就这么对，这就是身份。所以我们一直也在强调身份的问题，在
基督里的身份，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没有与基督联合，我们没有感受到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你就没有那个确定性。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你不在基督里，你不确定，那大概率你就被撇下了。可是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是很高兴的。你说主啊，终于再来了，主啊，我愿你来，对不对？这圣经最后一句话，主啊，我愿你来，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份在你里面是确定的。我知道我的生命已经拥有了基督一样的生命，我已经拥有了神国度当中的子民的这种样式，是一个新造的人。我跟这个旧的人不一样了，我跟这个世界的国不一样了。我以前觉得这个世界都很好，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也很对，可是现在我觉得不一样了。我发现这个世界跟神的国完全相反的。我开始有这个征战，开始对罪有征战，开始对付我的罪。这些都是你成为一个这个神这个国度当中百姓的一个体现。你的身份改变了，你的对自我的认识改变了。弟兄姐妹，这才是关键的所以不是看你做的什么，不是说你做的好做的不好，两个人都在同样推磨，两个人都在田里面同样干活，不是看外在的行为。为什么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他俩的差别是什么？身份，在基督里的身份所以我们最终要确定的是你在基督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而这个身份是你一旦有的话，是不允许你回头的。回头的结果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去过这里你知道这是哪里吗？这个就是中东很常见的，随便一个地方都能看到这些东西，所谓的岩柱因为那个地方这个就是可能盐很多吧，也许风沙大然后就新增这种岩柱所以当年我们刚刚讲了罗德的日子，耶稣特别提到罗德的妻子。这个人本来是被要拯救进入神国度当中的人，这个人本来是神要拣选他，要搭救他，他因着跟罗德的关系，他可以存活的。可是他为什么？这个就很像我们走了半路，我们现在不说吗？这个神的国已经来到断民，完全成全，是吧？所以我们现在都往这个方向走呢就像罗德的一家在往前走呢。可是呢，有人回头了。回头的结果是什么？圣经描述，当罗德的妻子一回头，他就变成了一个岩柱，就变成这个怎么变的不知道这是神的审判。耶稣在之前路加福音里面是第5章还是第几章有提到过，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刚刚讲的，你要为主这个献上生命的你要得到生命意思就是说你是完全的摆上，你不能够说我走到神的国度当中，我在跟随主，我还留恋着看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是很好的，很不错的，我还对吧？这个叫什么？这个方向错了，方向错了你不是想回头看吗？可以，你看吧，你就永远定格在那里了，你永远定格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你如果说那些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他们没有出来是很可惜，最可惜的其实就是罗德的妻子，她已经出来了。就像我们很多人已经从这个世界听到福音，已经相信神，我们已经愿意跟随主了。可是我们手扶着犁向后看，我们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这些困难，我们就像我说的，这个动机不纯粹，我们还是觉得跟随神，还是想得到很多世界的好处。我们往回头一看，这就是结果。所以我知道，我们很多人跟随神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动机，我们来信主的。神也许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让我们来听到福音。可是那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一开始来就是为了这个来到教会了，我就是来为了这个跟随神的。可是最终呢？最终你要跟随神，神的要求是什么？神的要求不是说，哎呀，我就是为了这个病得医治、考上大学、为了找到工作才来到教会来跟随主的，不是的。我最终的目的跟随神，神的要求是让我们完全全身心的奉献给神，不可以回头看。弟兄姐妹，可以回头看所以要好好的提醒我们，我们要不仅提醒我们自己，
也提醒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不可以回头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这个孩子，我们的亲人，我们不仅仅要向他们传福音，说哎呀你要不悔改就必灭亡。对于那些已经在跟随主的，我们不管是夫妻也好，一同走这条天路历程的人，我们要不断的彼此提醒对方，提醒你的孩子，提醒你的家人，提醒你的父母，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要回头看。愿耶稣的这句话常常的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我们一起来祷告。